这里是长沙，是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南省的省会。一条湘江把整座城市分成了河东和河西两大区域。河东是历史城区所在的地方，而相比之下，河西的发展要晚一点儿。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是位于河西的一个老小区，它在长沙相当有名，原因我们会在视频后面跟大家介绍。它最初修建于上个世纪80年代，在完整的经历了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之后，它见证了经济变化给普通人带来的影响。现在40多年过去了，它原来的居民有一些已经搬走，另外一些留了下来。与此同时，它还迎来了一些新的面孔。在今天这期视频当中，我会带大家来逛一下这个小区，给你们展示一下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小区的名字叫做望月湖小区，它的占地面积非常大，达到了6万平方米。那么6万平方米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也就是比如说一个标准的足球场，它的面积大概是7140平方米。那么望月湖小区的面积是6万平方米，也就是说它的面积相当于8.4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80、90年代在它刚刚建成的时候，这里是整个长沙最大的小区之一。它的居民有一些是来自河东的拆迁户，另外一些是当时一些经济效益比较好的厂子，还有国企单位，他们在这里购买房子，然后分配给他们的职工来居住。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在1998年的时候，望月湖小区被评为了全国100个文明小区之一。好，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城镇化建设的速度加快了，但是城镇化建设的质量却是良莠不齐的。于是国家就开始组织评选文明城市、文明小区这样子的一些活动，目的就是为了选出那些建设管理都做得很好的城市还有小区，来给其他的城市和小区做榜样。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就是1998年的时候，望月湖小区它是在中国全国范围内都数一数二的小区，甚至当时还有电视台以这里居民的生活为原型拍了一部电视剧，它的名字就叫做《望月湖的故事》，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找来看一下。总而言之，在20多年以前能够在这个小区生活，哇，那简直是要让大家都很羡慕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区里的绿化做得非常棒，这里到处都是树，植被的覆盖率特别高。夏天的时候，路上的树荫很多，所以我们走在路上不会觉得非常的晒。不过随之而来也会有一个小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这边蚊虫比较多，我们很容易被蚊子叮咬。过去20多年是中国经济还有社会飞速变化的一段时间，到今天望月湖早已不是全长沙最好的小区了，
比如说有钱的人，他们会选择住在那种新建的大平层，或者说郊区的豪华别墅里面。那些在经济改革的过程当中，成功的抓住了机遇，赚到了很多钱的人，他们大多都离开了这个小区，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40年前建设的老小区，其实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有很多生活不太便利的地方。比如说最直观的一点就是这个房子它从外观看上去已经显得比较老旧了，然后里面的装修也是非常有年代感的。这些房子和它周围的那些新建起来的高楼相比，似乎要逊色不少。另外，它也有中国老小区的一些其他的通病，比如说管道的老化呀，设施比较陈旧还有没有电梯等等等等。那么为了拍摄今天的这期视频，我来这个小区逛了好多次。最开始我是骑自行车来的，但是后来我完全放弃了骑自行车，而是改成了坐地铁。因为我发现在这个小区当中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也就是小区的停车功能以及交通的功能明显不足。这个小区是40年前建设的，那个时候中国人基本上没有人拥有私家车，甚至一直到90年代，一直到20世纪初，在全中国范围内拥有私家汽车的人也相当的少。但是在过去20年当中，中国人的汽车占有率迅速的上升，很多的家庭都有了自己的车。我现在走在这个小区非常重要的一条主路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其实这个路特别的窄，它是一条单行道。但即使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到旁边，它还是给汽车留了一些空间去停车，因为汽车真的太多了，然后车位供不应求，就只能在这么窄的路旁边留一些车位来停车。不过，即使现在的望月湖小区有我们之前提到的种种的问题，可是这里仍然是整个城市最接地气、生活氛围最浓以及最有市井味道的小区。虽然这里很多原来的居民他们都陆续搬走了，搬到居住条件更好的地方去了，但是这里的人仍然络绎不绝，不停的有新的人搬进来。比如说这个小区它的旁边就是长沙的大学城，所以一些大学生会选择在这里租房子住。不过说实话，这些租房住的大学生人数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因为在中国大部分的学生都会选择住在学校的宿舍里面。附近的这些大学的学生毕业之后，他们很多人会选择住在望月湖小区当做一个过渡，因为这边的房租比较的便宜。另外，这个小区的教育资源超级的好，在这个小区里面逛的时候，我就发现这里至少光我看到的就有2个小学，还有1个幼儿园，所以孩子上学非常的方便。而在中国，很多家庭他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其实最看重的就是这个房子的附近有没有学校，学校的教学质量怎么样。所以虽然这边的居住环境不是那么理想，因为它总的来说比较陈旧了，对吧？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家庭，他们会为了自己小孩读书上学而在这边
买一套房子。说到这里的教育资源，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在望月湖小区附近特别近的一个地方，有一所很有名的学校，学校的名字是麓山国际实验学校。这所学校是中学，它有初中和高中。它的初中部尤其受欢迎，因为它算是长沙最好的初中之一。很多的学生都希望能够进入这所学校读初中，因为如果你被他们的初中录取了，差不多就意味着你一只脚踏进了长沙最好的高中的大门。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他初中部的毕业生很多都能考上长沙最好的4所高中之一。那么进入长沙最好的高中，也就意味着你参加高考，最后考进清华北大，或者说中国其他的最好的大学的几率要高得多，要比其他人高得多。这所学校是一所寄宿学校，也就是说学校能够给学生提供宿舍，让学生住在里面。一般来说，1周7天的时间，从周一到周五，学生都会在学校里面学习生活。周五下午或者晚上他们会回家，然后周日下午他们再回到学校。不过有不少的学生，他们不选择住在学校宿舍里面，而是选择在这个学校附近租房子住，也就是在望月湖小区这一块租房子住。有的时候他们会和同学朋友一起合租一套房子，然后每个人一个房间，大家会共用厨房、厕所、客厅这样的公共空间。不过也有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一些学生他们会整个家庭都搬到学校附近来住，或者说父母当中的一个通常是妈妈，她会陪着孩子在学校附近这个望月湖小区租一个房子住。这样的话，学生午休的时候就可以回家吃个饭，睡个午觉。同时这也大大缩短了他们上下学的交通时间。另外他们选择在学校附近租一个房子，而不是住宿舍的原因就是租房子的话有厨房可以用，这样一来他们的父母通常还是妈妈，就能够给孩子做更加有营养更加好吃的食物，而不是只能在学校里吃可能味道没有那么好的东西，或者说在学校周边吃不是很健康卫生的食物了。学校附近的这些房子，我们把它们叫做陪读房，里面住的都是在这个学校上学的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在视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早晨、中午还有晚上这3个时间段，这里的路上走的大多数是学生。这种陪读房并不是望月湖小区独有的，这在整个长沙甚至中国其他的城市当中也特别常见。比如说我读高中的时候，我是在另外一个学校长沙市第一中学读的，我们的学校也有为学生提供宿舍。那么第1年的时候我在宿舍里面住，我们的宿舍面积特别小，大概1间房就10来平米，里面住了4个人。后来第2年、第3年我就搬出去了。首先第2年的时候，我和一个学姐合租这个学姐她比我大1届，当时我读高2，她读高3，然后她妈妈和我们一起住。平时她妈妈会给我们准备1日3餐。后来她毕业了所以我又跟另外一个同学一起租了另外的一套房子，
那套房子有2个房间，所以我们各自住在一个房间里面。偶尔我们的父母会来给我们做饭。不过很有意思的就是，虽然当时我住的离学校特别近，我租的房子就在学校后面，走过去的话大概10分钟，但是早上我还是总是会迟到。相比很多其他更新一点的老小区来说，望月湖现在的均价要更高一些，大概是8、9千人民币1平米。其中有一个超级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交通位置非常的方便。望月湖小区位于长沙的黄金地段，黄金地段也就是说地理位置交通最好的地方。虽然它不是市中心，但它离市中心特别的近，开车或者走路的话，只需要过一个跨江大桥就到了。而且一出小区门就是公交站。另外更加夸张的就是他们的地铁站直接建在了小区里面。小区里还有非常多好吃的餐馆，其中有一些看上去真的特别的不起眼，但是他们已经在这里开了很多年了，周围的街坊邻居都是他们的老顾客。比如说这家粉店，他甚至上过一个纪录片节目啊，这个纪录片叫做《早餐中国》。到了晚上，大家下班的时候，各个餐馆的生意都特别特别好，很多人坐在路边吃东西，或者说在路边摊买一些东西，买些吃的，打包回家吃。从视频当中，大家或许可以感受到这个小区它的整体的生活节奏是相当慢的。这些老房子、林荫道，还有各种苍蝇馆子，他们好像把时间冻结在了过去，仿佛我们一踏进这个小区的大门，好像就回到了过去的年代。正是因为这一点，正是因为这个小区它所带有的这种复古的感觉、怀旧的感觉，它也成为了不少住在别的地方的年轻人过来 city walk 或者说摄影扫街的一个特别热门的目的地。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期播客想要给大家介绍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需要这期播客的文字稿，如果你想获得更多我制作的播客内容，欢迎你加入我的 Patreon 会员计划。我们下期再见，拜拜。